见到竟然为了一道持法神技竞价，韩火营的心中都是微微一愣，不过他的脸上则是挂着笑容，所以只要能够让拍卖会赚到更多的资金，那自然是非常的乐意。有人能够竞价，但是很快又出现了价格再次被拉高的声音。80万枚神器丹，这该死的竞价似乎是故意与萧炎抬杠，而且每一次的竞价跨越幅度竟然都是这么大。萧兄，对方似乎故意抬你的价格。灵动出声道，而沐尘也是双眼微眯，顶着不远处的席位上看去。只不过这里的黑暗却是刚好形成了保护措施，而萧炎此时也释放出强大的主境灵魂，扩散至整个拍卖会场。最终发现，刚刚与自己故意抬价的竟然是内星人，身穿黑色衣袍，背后写着2个大字噬魂，竟然是他们萧炎收回灵魂力量。自言自语道。不过很快，一个想法出现在萧炎的脑海中，如果真是他的话，逻辑上就清楚了。不过萧炎并没有立马去加价，随着韩火营在倒计时即将喊到1的时候，萧炎才开始再度出价，81万枚神器丹。萧炎这一次则是选择了只加了1万枚神器丹，如果对方再竞价的话，萧炎就果断放弃了。毕竟81万枚神器丹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8100万枚主器丹，这庞大的数量对于萧炎这位9品药仙都需要花费很久的时间，才能够炼制出这么多的主器丹。还有没有人出价？如果没有人出价的话，我就倒计时了哦。81万枚神器丹1次，81万枚神器丹2次。计时2次的时候，韩火营故意停顿了一下，不过并没有出现其他人要竞价，然后果断的喊出81万枚神器丹3次。恭喜这位贵宾获得神技持法牵引归1尺。然后微笑的望着萧炎这席位，而坐在席位上的萧炎也是松了一口气，对方竟然还真的不会出价，竟然与自己想的一样。不过也花费了81万枚神器丹拿下了这道神技持法，这对于萧炎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资金了。没想到这第1等级世界的消费竟然如此之高，能成功拍下就好，恭喜你了，萧炎兄。葛伦也是为其高兴，刚刚那恶意的抬价他也是看在眼里，不过好在对方没有再出价，不然他都准备出手试探一下究竟是何方神势力。随着拍卖会上的20道宝物已经拍卖完毕，而接下来才是刚刚步入正轨，20位侍女有序的下场，旋即便是见到10位高大的男子出场，手拿各种强大的武器，依次登场。吊顶神器神技功法之后，便是开始了正式的武器。这些武器各式各样，都是散发着非常强大的波动。韩火营扭动着盈盈一握的纤细柳腰，走到了其中一个大汉面前，光目便是转向了大汉手中的武器，那是一柄残刀。不过虽然这柄刀是残刀，却散发出极为惊人的刀气，很显然不是普通的武器。此乃斩仙刀。曾经一位神奇获得此武器，竟然越级砍杀了比自己更强的对手，而这道武器乃是由那位幽灵仙师锻造，其功能就不必过多的介绍。起拍价50万枚神器丹。这柄残缺的斩仙刀出现在了光幕之上，刀身的细节更是一览无余，其上所绽放出一种暗紫之光，给人一种非常尖锐凌厉之感。许多强者见到斩仙刀风暴，见到此剑后，眼中便是绽放出金芒，而在场的所有人系列刀法的则是非常多，价格很快便是被叫到了150万枚神器丹。看到这般价格，很多人的眼神中那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渐渐暗淡了下去，这般昂贵的价格直接出乎了他们的想象。还有人加价吗？韩火营娇媚的声音询问道。200万枚神器丹。一道声音平淡的传出，霎时间便是没有人再出声。这盏仙刀能够被竞价到200万枚神器丹的价格已经是非常高昂了，显然很多人都不愿意用这般高昂的价格去买这柄斩仙刀，就算它出自幽灵仙师之手，毕竟现在这还是残刀，威力既然没有完整的斩仙刀强。恭喜这位贵宾成功获得此等宝刀。韩火营声音落下，便是有人迅速的来取斩仙刀。那人从那戒中取出了200万枚神器丹，然后拿走了自己所得的武器，而接下来便是陆续有许多的强大武器拿出来拍卖。拍卖会场内的气氛也是非常的高昂，萧炎、灵动、沐尘则是有些汗颜，不得不承认，刚刚那些武器都是以极为高价被所得者夺得，心中也是一阵无奈。没想到刚来第1等级世界就变得如此穷，武器已经拍卖的差不多了，而在接下来的拍卖中是一些稀有的药材，当然这些都是被在场中的一些炼药师所获，不过也有一些极其罕见的丹药被其他强大的神势力给拍下。或许在招揽神会中利用一些丹药能够提升自身的实力与手段，可以说能够提高前10名的优胜者名额。拍卖会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长，拍卖的东西更是多不胜数，令得萧炎、灵动、沐尘他们都是看得有些疲倦了。不过在最后的竞拍中，吞吞和天星主2人也拍下了适合自己的宝物。吞吞是一件神兽类的铠甲，一旦融合铠甲于自身，那么便可拥有非常强悍的防御力，就算是第1序列神都无法那么轻易的将其击破。天星主所获得乃是一件可以提升法身的溶液，也就是这些东西很少人需要，才被他们2人夺得。不过也是以50万枚神器丹和40万枚神器丹成功拍下。不过相对于萧炎以81万枚神器丹拍下的持法神技，还是相当的划算的。只有灵动和沐尘目前没有出价，因为没有物品是他们2人所需要的。
药材类的物品拍卖完之后，场中便是再度出现了一位硬汉。他那粗壮的手臂提着一件较大的物品，缓缓走在台上。不过此时是被红色的布遮住的。而随着这件物品的出现，场中那些人似乎已经知晓这件物品绝非凡物之事，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这是这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压轴拍卖品了，我想大家也都是为了这个拍卖品而来，它就是嗜血铠甲。韩火营的声音缓缓地响彻，挪动着曼妙的身姿来到了这位硬汉的身旁，光目也是转移到了硬汉手中提着的物品之上，然后揭开那遮盖在其上的红布，一道妖艳的血色光芒瞬间迸发而出，而且有着血腥的杀戮之气，仿佛只要穿上去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融入身体内，任何人都无法与之对抗一般。嗜血铠甲呈现暗红色，犹如是鲜血染上一般，而且随着嗜血铠甲的出现，在场所有人都是目不转睛盯着那件物品，眼中早已流露出嗜血之色。这就是嗜血铠甲吗？都不需要韩火营的介绍，显然整个场内所有人知晓了嗜血铠甲的可怕力量。这是一件每一个人都想唾手可得的宝物，就连从拍卖会开始至今一直淡定的葛伦都有些异变，看来这嗜血铠甲也是他的此次目标了。大家对于这件宝物我也不用介绍了吧，它是72大神器，排名第20，在此物诞生之初到至今，已经染上了999名神奇的血液。如果再染上1名神奇的血液，那么嗜血铠甲将会激发出全部的力量。今日谁获得此物，招揽神会的第1名，赤手可得，其拍价300万枚神器丹。韩火营的声音响起，而伴随的是整个拍卖场的冲天的喧哗。嗜血铠甲的确非凡，其中的神器力量更是恐怖无比，神器排名前20，就算是第1序列神都非常忌惮。没想到起拍价就如此之高，虽然说300万枚神器丹对于第1等级世界的神势力来说还是能够拿得出来的。议论之声顿时传荡开来，这300万枚神器丹元气丹也仅仅只是起拍价，这嗜血铠甲的诱惑力足以牵动所有参加招揽神会之人的心。最后不管是谁获得这样神器宝物，都将会是招揽神会参赛者中最强的存在。我出350万枚神器丹，400万枚神器丹，我出500万枚。竞拍的价格如洪水猛兽一般开始疯狂地增长起来，就连此前一直没有出价的强大神势力也开始纷纷出价，包括玄武宗、乾隆宗以及海天宗也纷纷出高价，很快已经达到980万枚神器丹，1000万枚神器丹。这价位是剑神宗出的，也就是葛伦。萧炎、林动、沐尘此刻坐在席位上，也是未曾料到葛伦竟然也对这件宝物那么炙热渴望。要知道1000万枚神器丹就算是神势力都不是小数目了，这天神拍卖场的压箱底还真是令人垂涎啊。在实力底蕴强大的神势力相互竞争之下，价格已经飞快地达到了1800万枚神器丹。这般高昂的价格令得一些没有财力的参赛者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出价，内心也是无奈到了极点。而到了这样的价格，再度出价的人便是少许了很多，毕竟将近要2000万枚神器丹，对于一些寻常的神势力而来的参赛者，那也都是一笔天价的数目。不过萧炎却是发现，那身穿黑色衣袍背后写着噬魂2字的一行人也没有出价，似乎就与自己竞拍牵引龟1尺的时候才出了一次价格，这让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肯定，在那之中应该就有他。只不过现在在第1等级世界之中，也不知道他现在被什么神势力收揽，如果盲目出手将会陷入危险。目光看了片刻之后，并又看向拍卖台上，现在的价格已经达到了2200万枚神器丹，这等价格已是不菲。对于一些寻常的神势力来说，2000万枚神器丹都已经是他们半年的收入了，但对于前10神势力的这些人来说，似乎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再去出价了。如今很多神势力也放弃了竞价，只剩下海天宗与剑神宗还在相互出价，两大皆是前10的神势力。海天宗的那位神之天骄，也就是海天宗的少宗主，此刻的目光直接对着葛伦投射而来，就算是面对剑圣葛伦，也没有一丝惧意，甚至散发出警告之意。2200万枚神器丹一次，可还有比此价更高者？韩火营目光轻柔地扫视了一圈茫茫人海，喧哗议论声不断，但却未曾听到还有人再度出价了。因为这般高昂的价格，买这一份资源地图，就算买到，没有实力也会被别人杀人越货，没有实力手，买下也只会成为拖累。2200万枚神器丹第2次，韩火营柔媚的嗓音再度响起，3000万枚神器丹。就在此时，海天宗那边再度出价，而且这一次的出价直接是让的全场人都近乎失声。3000万枚神器丹，这简直就是大款。不过知晓是海天宗出价，也算是正常不过了。3000万枚神器丹，对于强大的神势力，也不是一般的小数目了。剑神宗的葛伦也是眼神一凝，也没想到对方会直接出价3000万枚神器丹。虽然3000万枚神器丹也出得起，不过却超出了此次拍卖会所带的资金。既然你们那么想要，那就给你们吧。葛伦双拳紧紧一握，手臂微颤。本来还觉得嗜血铠甲自己会赤手可得，
没想到这海天宗更是出手狠辣。韩火营目光扫视了一圈后，渐渐神宗这边已经放弃竞价，便是开始宣布3000万枚神器丹1次、2次、3次成交。恭喜这位贵宾获得此次拍卖会的压轴宝物。旋即，整个拍卖场豁然敞亮起来。韩火营一握的柳腰，对着场内四周鞠躬。多谢诸位光临天神拍卖场，这一场拍卖会便是到此结束了。祝各位在比赛中都能够取得好成绩。韩火营说完，便是鞠躬谢礼。密密麻麻的人流，也是在拍卖会结束的这一刻，陆续的涌出了拍卖场。萧炎也将自己拍到的持法神技收进纳戒之中，准备回去再做研究。而且这里的全部交易都是当时拍下，当时便是将宝物送到了客人手中，完成了交易。我们也走吧。葛伦带着队伍以及萧炎、林动、沐尘等人，迈着缓缓的步伐离开了拍卖会场。离开了拍卖场后，萧炎几人便是与剑神宗的葛伦一行人道了别。因为距离招揽神会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要开始了，这一次很多参赛者拍到了一些强大的宝物，这无疑是对他们会增幅许多的战斗力和手段。除了拍卖会之外，还有着天神山内诸多的贩卖市场，这等市场所买的东西便是参差不齐了。在这里有可能买到好货，也有可能遇到奸商，买到一些劣质产品，这谁也说不准。不过萧炎并没有在其他地方闲逛，而是选择了先是回住所区。不过林动、沐尘二人没有在拍卖会拍到自己的东西，准备在吞吞和天心主一起前往了贩卖市场去转一转。天神贵宾阁的天级房间住所区，萧炎刚踏入房间，便是坐在椅子上，喝了一口茶水后，缓缓地将这次拍到的持法神技从纳戒中取了出来，然后释放出主境灵魂力量，将自己的房间笼罩在内。如果一旦有人进入自己的房间，就会有感应。在确认安全后，萧炎双目微闭，然后将灵石进入焚诀空间之中，而焚老的身影也随之浮现。焚老袖袍浮动，萧炎手中的持法神技便是掠到了半空中，然后竟是有着数百道持影在空中疯狂地飞舞着。而且在这数百道的持影中可以看出，每一道持影竟然皆是不同的招式。旋即这些数百道持影在挥出的那一瞬间，变成了简单的一尺，而这一尺的威力包含着数百次的攻击，其破坏力非常的惊人可怕。这道持法神技说简单也不简单，你也看到了，释放出数百道持影的时候，再将这些持影化成一尺，悟其你就需要领中的奥义所在。如果没有领悟其中的奥义，就连释放出数百道的持影都做不到，就别说是化一尺了。而且这道持法神技名字叫千影归一尺，说明有1000道持影，也就是1000种招式。如果说你能够释放出1000道持影，再化为一尺的话，那么才能施展出这道持法神技的全部力量。听了焚老对这道持法神技的分析，萧炎也是似懂非懂，然后再度接过持法神技，看着手中的神技，又多了一份强大的招式。而自从晋升大千世界以来，萧炎就没有一些高级的持法斗技，现在竟然如此有缘的获得超越太古阶斗技的神技持法，可谓是可遇不可求啊！由于萧炎所使用的武器乃是圣火横骨尺，所以很少有关于持法的神技。不过对于千影归一尺的神技威力的确可怕至极，刚刚仅仅只是画面中的招式，就让萧炎的整个肉体都紧绷起来，因为那股数百尺影归一尺的力量实在让人无法抵抗，而且还只是展示数百尺影的威力。如果施展1000尺归一的力量，那么萧炎在不施展任何底牌下，都有自信以现在的实力硬抗第一序列神的攻势，甚至击败第一序列神的攻势也说不定。这就是神技的威力。之前萧炎身上只有一道分身技，而现在有了持法神技，无疑是在增加了萧炎的强大底牌。这一次的招揽神会中，有着太多强大的参赛者，如果没有一些强大的底牌去应对，怕是连前10都进不了。萧炎这段时间也了解过，参加此次招揽神会的参赛者，其实力大部分都是第3序列神和第2序列神，而第1序列神基本都是那些队伍的领头人。虽然自己之前与第1序列之位的先天神战斗过，不过这些第1等级世界的第1神似乎更加的强大，而且身上的底牌怕也是不少。一直生存在如此神元之气浓郁的第1等级世界中，其自身的底蕴怕都是比萧炎他们强大了不少。距离招揽神会也不到1个月了，先修炼这道神技，有什么领悟不到位的地方，我可是会问你的哦。萧炎笑眯眯地看了看焚老，后者脸色微微变化，翻了一个白眼，然后消失在萧炎的面前。小子，好好修炼吧，我相信你的领悟能力。在焚老消失后，一道苍老的声音自焚诀空间的上方呼啸而出。萧炎见到焚老离开，也不再浪费一点时间，直接拿出自己的圣火横骨尺开始领悟牵引归一尺中的奥义。体内的神元之气疯狂地灌入圣火横骨尺之中，心念一动，巨尺挥出，只不过并没有出现数道尺影。虽然这一尺的威力不凡，不过与刚刚那数百尺影花一尺的威力可就差距相当大了。怎么回事？竟然无法施展出尺影？是我的速度不够快，还是……萧炎暗自喃喃道：“小子，不要过于在意，只要用心去感悟四周环境的变化，尺影就会无处不在。”又是一道焚老的声音，不知道从哪个方位传来。用心感受吗？萧炎这一刻也彻底的安静下来，
仿佛可以看见四周的气流走向，然后用心眼扫视着周围，在不同的地方都发现了巨大的岩石，想在同一时间将这些不同方向的岩石击碎，怕是需要施展连招。不过对于牵引龟一尺却不用。原来如此，萧炎似乎也领悟到了神迹中的奥义所在，体内的神元之气再次涌动，不断的汇聚在圣火横骨尺之上。心念一动，不同方向的巨大岩石竟然在一瞬间被数道齿影给彻底的击碎开来，这威力简直可怕至极，破坏力极强。此时就算是萧炎对战数位第3序列神，恐怕也能凭借这一招重伤对方，而且不带吹灰之力。况且刚刚还只是数道齿影而已，就爆发出了如此惊人的威力。如果施展出数百齿影的话，那不是就可以以1敌100？那么如果将这些数百齿影融合成一招的话，岂不是能够重创比自己实力还强的对手，甚至还能够做到击杀也不一定。想到这里，萧炎嘴角露出激动的色彩，已经很久没有施展过持法斗技了，今日能够修炼持法神技，那是相当的不错了。接着萧炎在招揽神会开始前，就一直在焚诀空间中不断的领悟更多的齿影和神技的奥义所在，同时还有许多招揽神会的参赛者也与萧炎一样，也在不断的修炼提升实力，为的就是能够在招揽神会中取得好成绩。距离招揽神会的时间越来越近，这最后的几天里，气氛也变得开始紧张起来。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到天神山之中的那一刹那，一道漫长古老而沧桑悠长的钟乌之声缓慢地在这片天地回荡响彻而开。而就在那道蕴含着漫长古老而沧桑悠长钟声在天神山内被敲响起的那一瞬间，整个天神山便是犹如暴风雨即将要到来之前的恐怖而压抑寂静无声的可怕气氛，终于在这一刻彻底被打破引爆开来。原本这段时间天神山的那些人基本都沉浸在修炼当中，终于在此时此刻爆发出了如滔天洪水在狂翻乱涌般的巨大喧哗呼喊之声。因为神奇联盟举办的10000年一届招揽神会也正式开始了。每一届的招揽神会的意义非常重要，那就是在这一次神会之中的参赛者能够成为前10名的优胜者，那么就有机会加入神奇联盟之中，也会得到其他超神势力的关注，从而不管是自己还是自己所在的势力家族，甚至乃是一方大世界，也都会得到神奇联盟和超神势力的庇护。当然，这些优胜者前10名恐怕都会加入神奇联盟之中，只因为神奇联盟乃是第1等级世界的巨无霸，就算是一些超神势力也不敢与之正面对抗，甚至也想加入其中。更何况这些参赛者皆是来自神势力，更需要抱一抱这样的大腿，只要加入神奇联盟之中，便可拥有无限的资源，对于自己的修炼之路也会得到急速的提升。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神奇甚至这些神势力都想要加入神奇联盟的原因。天神山的虚空之上有着不计其数的无数道散发着无比强大的气息身影，他们都是这一届参加招揽神会的参赛者，然后这些身影皆是朝着一处方向飞快地暴掠而去。这突然的欢呼雀跃之声也瞬间沸腾而起，无比狂热，伴随着钟声几经彻底地回荡在了整个天神山的每一处角落。他们都知道这一天他们终于等来了。在这个心潮澎湃的日子里，从4面8方疯狂而来的参赛者汇聚在天神山的中心地带，这里有着非常广阔的广场，而在这广场的高空上竟然一座巨大无比的圆形擂台，远远看去这擂台可以容纳数万人都不是问题，不愧是神奇联盟的手笔。朝着这边掠来的参赛者整齐地落在了这巨大的擂台之上，在擂台的中央处有着一道巨型柱子直冲云霄，仿佛链接了天地之间的桥梁一般。不过带着众人抬头望去的时候，在柱子的中段部分有着一道同样是圆形的建筑，只不过站在那上面可以看到下方这擂台上此次比赛的全面貌。而此时在天神山的某一处，一直都在全力修炼的一道紫色战衣身影直接破洞而出，身后的山峰便是瞬间坍塌而下，然后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在他的嘴角之上缓缓浮现出一抹异常浓烈而微妙的幅度，在他的脸上流露出一副轻蔑又极为自信的笑容来。此人便是此次参加招揽神会获得嗜血铠甲的海天宗少宗主，看来他已经成功融合了嗜血铠甲，其实力更是达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层次领域。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届的招揽神会第1名便是这海天宗的少宗主莫属。海天宗的少宗主稍微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紧接着一股极为强大恐怖的威压气势便是轰然爆发开来，引得周围的空间都是剧烈的颤抖。如果此处现在有人的话，便可以清晰地感觉出，这位海天宗的少宗主实力已经达到了第1序列神巅峰，比起先天神更加的厉害。自从获得嗜血铠甲后，他便闭关，今日他也顺利成功地将嗜血铠甲融合自己的肉身，一举达到第1序列神的巅峰。在他脸庞之上洋溢着浓烈的自信、骄傲与得意洋洋的神情，仿佛现在自己已经牢牢锁定了招揽神会的第1名。的确，他也有着自信的资本，第1序列神巅峰的实力已经可以与神奇联盟的最强神使堪比，所以如此的实力，放眼所有参赛者皆不是他的对手，包括那位剑神宗的剑圣葛伦也不行。这嗜血铠甲不就是72大神器排名第20？我仿佛体内有着源源不绝的杀戮力量，任何人在我的眼中只是我的杀戮对象，只要击败剑圣葛伦，第1名就是非我莫属了。哈哈哈！
葛伦，接下来就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剑道早已究竟达到了什么层次，顺便借着这一次的招揽神会，将你的剑道彻底的击碎，让你从此失去对剑道的领悟。海天宗与剑神宗本就是关系不好，平日里也有着不少的冲突，而海天宗特别想加入神奇联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轻易的将剑神宗踩在自己的脚下。此时，海天宗的少宗主那深邃的眼眸之中，便是缓慢浮现出一抹异常浓烈的杀意。是时候将以前的旧账算一算了，然后召集海天宗的一行人，朝着招揽神会的广场暴掠而去。与此同时，在天神贵宾阁的天极住所区，一道房门被轻轻的拉开，萧炎迈出房门，此时看过去，整个人也是变得深不可测起来。看来对之前的持法神技的领悟颇深，也不知道修炼到了什么样的层次。萧兄，你终于出来了。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正是灵动牧尘还有吞吞天心主等人。你们怎么在这？萧炎笑道：今日乃是招揽神会的日子，本想叫你一起前去，结果发现你在房间周围布下了主境灵魂力量，所以我猜想萧炎兄应该在修炼，所以我们就在外面等你出来。见到萧炎终于出来，牧尘也是第一时间感受到萧炎的气息似乎又有些变化，让各位久等了，那我们即刻启程吧。萧炎大笑一声，不过为了能够顺利抵达招揽神会的主办地点，他们也没有多留片刻，5个人便是锁定了天神山的中心地域，化为5道流光，直接爆射飞出。这一刻，他们也终于等到了。